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的气温非常的高，差不多35、6度左右，太阳晒得脸上眼睛都睁不开。那今天2个木匠师傅已经回家了，我们这边的装修工作基本上也快结束了。明天他们会过来把这个位置呢搭建一个户外的，类似一个凉亭一样的。到时我们要在这边建一个户外的灶台，还有这边2个水龙头的水管呢，全部给它覆盖起来。以后朋友来的比较多，我们可以在户外做饭，而且呢，我们可以围炉煮茶，而且这背后的笔架山风景还是挺不错的。以后呢，如果有条件啊，比如说我回到家里时间比较多，还可以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些直播。那木房子里面的装修就差不多完成了，现在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前2天我们装的一个类似于在1楼有个屏风的那样子，做出来之后究竟效果如何？我们整个院坝里面也清理的差不多了，这边还有之前卖水果的一些货架，全部还堆放在这边。过几天呢，也要给它搬到地下室去了。现在我们的地下室里面呢，放的大部分都是邻居家的一些木板，因为他们家要建房子，所以呢，暂时放在我们这边。刚才我所说的类似于隔断的屏风，就是这个，底下是1.2米高的柜子，当然门还没做好，上面的格子已经打好了。上一期在视频里面我不是拍出来了吗？几块木板这样子把它拼接起来，看起来是挺简单，但实际做起来挺复杂的。这个镂空的格子呢，已经是做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个中间的位置啊，我们可以放一些酒，这样子横着放的。这上面呢，还可以摆放一些小物件，还是比较美观吧。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呢，做了一个小小的隔断，把整个这边的客厅，也就是沙发的位置，做的相对也就是私密性更好了一些。以后我们1楼的沙发就是摆放在这边啦，刚好那边做了一个小小的隔断，把这边呢给遮挡起来。现在沙发都是一层厚厚的飞层。这边上好油漆之后，我们再来清理沙发，然后呢，再把上面的一些软座给搬过来就可以了。这沙发呢是在网上买的，全部实木的，价格还比较贵哦。那今天我的妈妈呢，也帮忙邻居家有位大姐，他们家今天趁着太阳比较好，收割油菜去帮忙了。所以房子里面呢，现在没有人，我就给大家大概来拍一下吧。这边呢也全部清理出来了。木匠师傅的工作做完了之后啊，泥工师傅估计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够过来。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老师傅，平时给我们贴砖、做地板都是由他来做，但是呢，他人现在杭州那边出去了一段时间，所以我想等着他回来之后呢，再把这些瓷砖给贴完。现在贴了3块瓷砖的高度，相当于是差不多1.2米左右吧。上面的瓷砖呢，我准备全部给它贴满，以后呢打扫卫生要更方便一些。这边啊，我们还发现有个问题，也就是厢房的2边，大家可以随着镜头来看一下。这个顶上呢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隙，虽然上面我们盖了树脂瓦，现在雨水呢是不会顺着这个空隙流下来的。但是呢，感觉也不好看。我们准备在做这个厢房的装修，要不要用特殊的板子或者石膏板之类的，把它
这个孔呢给封盖起来，然后呢再刮上白颜色的栗子墙，最少从底下呢不要看到这么大的一个空隙吧。大家觉得有什么好的材料呢？之前我们想到的是用木板来做，但是感觉也挺麻烦的，毕竟我们这个厨房还有那边茶室的这个顶上呢，我准备是刮白颜色的栗子墙，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显得光线比较亮一些吧。我们整栋房子的电箱呢是留在这个位置，这边的瓷砖也准备全部给它贴到上面的顶边沿吧。这外面呢就不贴瓷砖了，直接刮上白颜色的栗子墙就行了。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卧室，大概有25个平方左右。之前很长一段时间，木匠师傅都在这边做工，现在机器依然是摆放在这边，留下了很多木屑。这些木屑呢，我们给它留着，到了冬天熏腊肉还是可以用的。这玻璃上面啊也是厚厚的一层飞尘啊，也需要给它清理出来。这个房间的视野是很好的，睡在床上就可以看到远处的笔架山了。我们整栋房子的灯线基本上已经全部走到位了，但是现在木房子里面还没有装灯，因为油漆还没有刷，刷好了油漆之后，我们再给它接上灯，那木房子里面就可以用电了。1楼还有一点点没有打扫完，2楼已经全部打扫得干干净净了。首先我们会从2楼先打磨地板，还有一些立柱，因为房子建得比较久，这些立柱呢还有房子都有一些变色了。房子装修好了之后，刷好油漆，可能接下来的视频我就会多去山里面拍一些闲置房分享给大家了。所以以后装修的视频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少，而且这栋房子在很早之前我就已经说过，可能我会在所有的粉丝朋友当中呢，找到那么1、2个给我在这边打理房子，因为毕竟我现在这个年龄呢，长时间留在家里面可能也不现实，还是要出去赚钱。我提供房子，提供吃住的地方，朋友们来给我打理房子，免费入住。实际上昨天已经来了一个四川的朋友，但是他有点不好意思面对镜头，他想在这边适应性的住一段时间，看看情况究竟怎么样。小伙子挺年轻，感觉是有点点内向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相信每个人呢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，如果刷到我视频的朋友，你也有兴趣，你想过来看一看，想来体验一下我们湘西农村的生活，你可以告诉我，说说你的想法。合适的话，你也可以来这边住上那么一段时间。其实啊，每天拍摄视频也挺不容易的，尤其接下来的时间要去大山里面拍视频了，而且现在大家也都清楚，到了这个季节，温度越来越高，每天在山里面行走也是真的挺不容易的。很多人在私信里面问我，究竟我们这边的房子怎么租的，1年的价格多少？哎呀，我说了无数遍，真的有的时候我都不想去回复大家了，因为闲置的房子
要看缘分，对不对啊？有的房子它的装修比较好，那可能租金就比较贵；如果是破破烂烂的，那就租金很便宜了。就像我去年在河边改造的那栋房子，10年没有住人，房子破损得很严重，那20年的租金也就1万块钱。所以呀，这个租金真的不是一概而论的。包括去年我们到白云山，整个崖壁上有一栋木房子，也是破破旧旧的，是北京的一个大哥租下的，20年，租金呢也是1万。很多朋友就有点责怪我的意思，联系我那么久，有这么好的房子，房租这么便宜，干嘛不给他介绍呢？我说啊，每天我的视频都在更新，有的朋友一看了，他觉得比较好，他就实地过来看了。就像北京的那位大哥，他把那栋房子租下来之后，虽然现在还没改造，很多人看了那个视频之后啊，就想从他手上把那栋房子转租过来。有的人甚至于出价出到4、5万，他们说这样的环境太好了，是理想当中的隐居田园生活。所以啊，在这里我确实不能一一的回复大家，而且从今年的大半年以来，我基本上所有的留言我都没有去回复了，我只会选择性的过一段时间把它整理出来拍一个视频。因为我发现啊，在评论区里面我留言的太多，可能很多朋友呢会觉得我给这个回复了，不给那个回复，到时候也比较得罪人吧。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去拍我的视频。如果你懂得的话，你有需要的话，你自己会来找我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那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聊的比较多了，反正房子也快装修完了，剩下的工作也没多少，接下来的一些想法还有工作我都给大家说了，那就请持续的去关注我们这个康居别院。那我呢还是一如既往的为大家分享一些视频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